今天呢，我们接着给大家说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和影视作品。那么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呢，这是金庸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就是《天龙八部》。《天龙八部》呢，这本来是一个佛教的用语，它指着8种神道怪物。那么金庸把它借鉴过来呢，是泛指在茫茫天意笼罩之下的芸芸众生。他们种种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生啊，从繁华呀走向落寞，或者从落寞走向繁华的种种境界。那么这部作品呢，它的独特之处呢，首先一个呢，人物众多，这里边有名有姓的人物有上百个。另外一个呢，一般的小说里边啊，只有一个主人公，比方说男主人公一个，女主人公一个，可能就男性就一个这主人公。可是《天龙八部》呢，有3个主人公。这3个男主人公呢，还齐头并进，段誉先出来，然后是萧峰，最后是虚竹。所以这样一部作品呢，由于头绪众多，暗线也极多，人物更是繁杂。如果我要不按他这拍呢，你知道这金庸迷多呀，他骂你啊，说这个不忠实原著那什么的。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呢，在金庸的这些个长篇作品当中，只有《天龙八部》被改编的次数最少。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改编呢，跟原著比呢，有的时候都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原著是足够光芒万丈的。那么留给我们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改编自《天龙八部》的这个电视剧呢，大致有这个香港97年拍一个，然后咱们这个内地呢，张纪中版的2003年拍了一个。咱们可能还有印象，就是那个当时我记得是97版的香港版的这个《天龙八部》，那是由黄日华。是当初这个演郭靖这个，黄日华呢扮演这个萧峰，白少皇呢扮演虚竹，陈浩民呢扮演这个段誉，李若彤就演小龙女这个，他扮演这个王语嫣，扮演这个神仙姐姐。那么到了这个内地版呢，我们知道胡军他是演这个萧峰，高虎呢演虚竹，请来林志颖呢演段誉。那么一部作品里头啊，我们看就是如果说他要成功，这个主人公就是男1号，如果要演活了，这部剧就立得住了。那么毫无疑问，即使是我们刚才说到3个男主人公齐头并进，那么读者心目当中谁是真正天龙八部的男1号呢？毫无疑问，那得是萧峰萧大侠。所以说胡军和黄日华这2个人如果演出彩了，那么这部剧整个就立得住了。那么从我们这个记忆当中，大家不妨比较一下，是黄日华版的萧峰更好呢，还是胡军版的萧峰更好呢？那么在比较这2人之前呢，我们首先得搞明白萧峰是个什么样的英雄。首先有一点，他和以往我们在这个金庸剧里当中看到那些英雄不大一样。他一方面呢武功极高，另外一方面呢肩负着国家的这种仇恨，国仇家恨在他身上都有。他也要报仇，要把这个害自己父亲的凶手找到。那么同时呢，他身上呢还肩负着国家这些苍生的这个幸福。所以这一点，他作为一个大侠来讲呢，比以往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个大侠，这个境界都要高，承担的责任都要大，所遭受的苦难都要多。所以我们现在比较一下，就是我们曾经看过的武侠小说当中，哪一个人是绝对的一个我们认为非常了不起的大英雄呢？恐怕萧峰得排出第一。一个重要特点，他就是一个悲剧的人物。比方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地方，你看三国里那么多英雄，大家把关公当成武圣人呢？关公最后不是死了吗？遭了罪了吗？假如他是善始善终，最终是功成名就，归隐田园，享天伦之乐，恐怕轮不到关公当武圣人。所以一个英雄他注定他要有一定的悲剧色彩才可以。那么萧峰身上的悲剧色彩在什么上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在跟自己的命运抗衡，而最终他是抗衡不过命运的。他的命运是什么呢？早就给他安排好了。说你明明是个契丹人，可是呢你被汉人养大，汉人传授你武功，最终你又得站在契丹和汉这2个民族争斗的最前沿，你还成为左右这场战争的关键人物，你怎么选择？你何去何从？一边是父母之邦，一边是养育你的这家园，你怎么选择？就是老天已经给他攥了一个死扣，
雁门关一，他父亲把他扔上了道衙，他母亲被这个汉人给害死了，他又被汉人养大，这是个死结。他跟命运在抗争，最终固定是悲剧的时候，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最后以牺牲自己，把自己的性命丢掉，然后换来契丹和汉两个民族暂时的这种和平。也就是说，他既有精神上的一种崇高意义，同时又有深入骨髓里的命运的悲剧。这是萧峰这个人物了不起的地方，也是我们在以前武侠小说当中从来没有看到的人物形象。而且我估计在今后恐怕哪位武侠巨匠都不一定能再写出跟萧峰类似的，如果写出来有人说他抄袭金庸。所以我们明白了萧峰是个什么样的英雄，我们才可以理解到底是黄日华演的好还是胡军演的好。比方说从两个人的外貌相似度来讲，我们说胡军呢，皮肤比较黑，虎背熊腰，莽莽苍苍的一种英雄气，而且胡军的气派我们说比黄日华大。不管怎么说，黄日华作为这个香港地区的演员呢，他不像北方大汉那样有先天一种非常粗粝的那种气质，所以从外貌相似度上来讲呢，我觉得胡军呢比黄日华要好。而且这里边由于后拍的嘛，咱们大陆这也有钱，投资也多，你看服装场景上。但另外有一点呢，我们再看呢，萧峰这个人呢，他可不是个简单的江湖豪杰，统领丐帮，这个人是很有智慧很有韬略的，属于心思比较缜密的，不是那种热血上涌一冲动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匹夫之勇，他不是那样。那么从这点来讲呢，我倒觉得黄日华的演绎比较到位，他把作为一个萧帮主的这种智慧给演绎出来了。而胡军这里边呢，多少有一点模式化，就我是个大英雄，我越输越好，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这两个版本呢，就在我看来应该说是各有所长，你很难分出上下来。那么其他的主人公，我们看这个段誉，段誉我们知道翩翩卓氏家公子，其实也都谈不上家公子，一个书呆子，所以演段誉也得演出他少年的这种冲劲儿，青春飞扬的感觉，同时还得把他这三分呆气给演绎出来。我们看那03版把林志颖找来了，林志颖呢说是在年岁偏大了，演的时候已经30了，所以他在演绎这个的时候，你感觉有点装嫩，尤其他管这个演这个王语嫣这个刘亦菲那才多点儿，还管人叫神仙姐姐神仙姐姐，你看着年龄上不匹配。97版演这个段誉的陈浩民，我个人觉得简直就是给他量身定做的，就这个角色他出演就是本色演出，他并不是说这个人长得多英俊，可是你看他那个眼睛里那种呆气跟纯真之气，陈浩民把握的是特别好。那么同样3号人物虚竹也是如此，樊少皇演这个虚竹呢，尤其那双大眼睛显得空洞无神，把虚竹那种在重大问题面前呢不知所措的劲头给演的比较到位。而相反高虎演绎这个虚竹呢，说实在的就是这种呆气倒是有，可是这个高虎这外形给人感觉这个人咱不能说他不像好人，但总是好像在那琢磨点啥，挺奸诈似的，就不大像虚竹这个本身呢，这个人挺丑啊，挺呆呀，还挺纯善良的。樊少皇这个劲儿要比这个高虎演绎的到位。那么里边女的主人公我们看李若彤，虽然说年龄上看起来偏大一点，可是我觉得比刘亦菲演这王语嫣气质上更好。那么2003版被大家认可的有除了胡军以外，还有一个角色就是刘涛演的阿朱，恐怕要比原先97版的阿朱漂亮上100倍，而且刘涛演技也比他好。所以你综合两个版本来看呢，2003年咱们内地的版本立得住，说得过去。而且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张纪中拍了《笑傲江湖》，拍了《射雕英雄传》，基本上《笑傲江湖》拍的是恶心至极，《射雕英雄传》拍的是神人共愤，都骂这张纪中这什么玩意儿拍的这。可是《天龙八部》出来之后呢，这个骂声平息了很多，大家基本可以接受。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个主角胡军和这刘涛，这萧峰阿朱立得住了，这个剧整体上也就立得住了。看《天龙八部》呢，我们不妨把它放在金庸的小说大背景之下去考察。如果说《神雕侠侣》呢是金庸的情书连城诀呢是金庸的一本坏书，
神雕侠侣写男女感情，连城诀写人性之坏，那天龙八部就是金庸一本冤书，冤孽冤孽。为什么这里边有8个字可以把天龙八部整个都概括出，叫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所以他这里头有好多人呢，你发现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你比方说阿紫，这典型人物。阿紫这个人物本来就不讨人喜欢，一开始金庸写他的时候呢，这下笔呢就带有一些憎恶之情。当时金庸写这个在《明报》上连载，写着写着金庸有事出差要到英国去，这连载不能停啊，读者天天等着看，怎么办呢？金庸请他的好朋友倪匡，就是韦斯理写科幻小说那个，就是再说前点吧，周慧敏她老公公，这倪匡替他写几章。金庸从伦敦回来了，倪匡接机，头一句话说：“金兄坏了。”他怎么着？我把阿紫眼睛弄瞎了，我给他写瞎了。金庸当时听了一愣，答一句：“瞎就瞎吧。”他心里也不大喜欢阿紫，所以我们看这个《天龙八部》里头，阿紫后来不眼睛瞎了吗？那是倪匡写瞎的，不是金庸写瞎的。我说这个意思什么？就是《天龙八部》里的人物，你看有好下场的不多。你比方说这冤，你说这个萧峰冤不冤？他招谁惹谁了？有那么大的能耐，可被人安进了这么一个套里边，解不开了，胡汉恩仇没法化解的。一辈子就爱阿朱这么一个女人，却因为自己的仇恨一掌，把自己心爱的女人给打死了。这可以说是冤透了，这是典型的冤。那么说这里头孽缘呢，比比皆是。咱们可以从倍儿大的说起。这里边呢，我们可以发现呢，李秋水跟天山童母，这时候我得说一下，天山童母这个字儿不念老，电视剧里也说天山童姥，那是错的。母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有身份的中老年妇女叫母。咱们以前课本学过李白有首诗：梦留天母因留别，天母山在浙江。所以这个不念这个天山童姥，天山童母。天山童母和李秋水呢都爱上了这乌鸦子，可乌鸦子呢爱上了李秋水的妹妹，所以这3个人之间形成这种三角恋爱。到后来你会发现打得不可开交，天山童母跟李秋水那仇那么大，最后双双受命。这个还不算是属于最为冤孽的。咱们一个一个查，你再看到段正淳这儿，处处留情，有那么多女人，生下那么些孩子，影响到段誉这儿，这个孽缘就多了。你说穆婉清喜欢的，钟灵喜欢的，一问都是自个儿哥哥。后来又问王语嫣，王夫人的孩子坏了，也段正淳孩子。有人说你说这不对，人段誉多好了，段誉最后证明他不是段正淳儿子，跟王语嫣可以是得成比目合之死了。他们俩结合的代价是什么呢？是他母亲刀白凤的一段孽缘，跟着段延庆跟延庆太子好过那么一回。就这个背后也有强大这种孽缘的力量在驱动。所以说你看整个这个天龙八部里边，任何一段感情几乎都跟冤孽有关。那有人说你说这不对啊，那也有善善终的。你比方说这个虚竹和孟姑，2个人你看最后不得好了吗？你别忘了这2个人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在黑暗当中，在冰窖里边谁没见过谁。就说只要是天龙八部里边2个人处于一种自由恋爱结合的那种方式，都没有得好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更反映了金庸深层次的这种无人不冤有情结孽的情节。其中我倒觉得要说到这个孽缘呢，有一个孽写得很独特，那就是慕容复和阿碧。我们看这慕容复后来是疯了，怎么疯了呢？他得了妄想症了荒复大燕国，我要怎么样，他已经陷入到这种状态不能自拔了。可是阿碧呢，当所有人都离开他的时候，他依然跟着慕容复。所以你看着形容憔悴，经常掉眼泪，可是神情当中又透露几分满足。所以明明处于这种疯癫状态当中的一种感情，有的人满足有的人得了这种妄想症，这不是另一种层次上的孽缘吗？所以说整个天龙八部这里边几乎把人世之间的这种冤孽孽缘都给写尽了，把这种男女之间的感情这种纠葛也写尽了。
那么有人说写到这程度，还有人在电视剧角度给《天龙八部》做了感情上新的突破。什么突破呢？同性恋。哎，说金庸写过同性恋吗？哎，这里边就有人给做了延展。香港有部电影叫《天龙八部之天山童母》，就是一部女同性恋题材的。这里的谁有林青霞，有张敏，有巩俐，这么些大腕都参演，而且那画面呢拍的还算美轮美奂，再加上这些名角的倾力演出，尤其是涉及到女同性恋题材，就这个片子在当时还引起了一定的这个轰动。你现在还有人吵呢，我在街上看着卖碟片那些巩俐参演的唯一一部同性恋题材电影，你打开一看是这个，这不成上当了。所以这个片子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替无人不冤有情结孽在同性恋的角度又延展了一番，也算是金庸影视剧里别有一番风味的一个怪才。今天我们要说到金庸小说电视连续剧当中一部非常奇特的电视剧，那就是《笑傲江湖》。《笑傲江湖》这部书啊，在金庸所写的这个武侠小说当中地位非常特殊。那为什么特殊呢？我们看金庸的小说里头有很多人都认为某一部小说是金庸先生表达对某个领域的人生感悟的书。比方说《神雕侠侣》，人家说《神雕侠侣》是金庸的情书。说小龙女身上呢寄托着金庸对美好女人的一种想象。金庸当年呢当个小编导的时候，小编剧的时候呢就暗恋大明星夏梦。结果人夏梦当时哪看得上他呀？金庸我们看长得也不怎么样，个儿也不高，所以说在这部《神雕侠侣》里，金庸就把对夏梦的倾慕写在小龙女身上了。那《连城诀》这部书被称为一部坏书，他写的是人性能坏到什么程度，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都可以互相陷害、互相坑害。这是把金庸走向社会之后，在香港那么样一个地方，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感悟，他给揉到里头了。那么《笑傲江湖》是一部什么书呢？它是一部反映政治思维的武侠小说。那有人说金庸也没怎么从过政啊，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文人有个特点，明明他这个从政的能力不行，可是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惊天伟地之才、定国安邦之志。你看李白、杜甫诗写的那么好，没写过诗说我诗如何何好，都吹自个儿怎么能惊天伟地，其实他不见得有那两下子。而金庸本人呢，他有一种浓厚的政治参与情节。他当年在这个香港办明报，他经常执笔写什么呢？不是写武侠小说，写时评，每天的时评论金庸都写，他自认为对政治很懂。所以这些举动呢，也使他呢把这个政治场合各个国家之间波谲云诡这些斗争他希望能在小说当中有所体现。所以说这部《笑傲江湖》呢，是金庸对于政治官场的一种活生生的解构，一种图解。你比方这里边，你像任我行，那毫无疑问那就是霸道的不得了，依靠严密的组织然后打天下，希望所有人都臣服于他，这是一种政治人物的性格。左冷禅呢是他自命名门正派，他的特点呢是要把可以利用的一切力量都利用上，把自己的人脉资源拢到一块儿，然后从这个意识形态上跟任我行对抗，然后获得名门正派的支持。但是他的这个野心一点不比这个任我行少。岳不群是我开始是弱小的，但是我能借助这些个野心很大的大人物之间斗争，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然后从人脉资源各个角度获得好处，以一个很低的姿态来夺得天下。你比方要如果真是这个我们按三国的理论来看，恐怕是岳不群跟刘备都像。还有欲显刘备之亲厚而近伪，有点虚伪，说岳不群是伪君子，之间真有那么一点相像，就这也是一种政治权谋。当然这里还有像这个少林的方丈武当的掌门这些人，他们没有政治野心，但确实是影响政治结构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说金庸把这些人写到一块儿呢，
就是他心目当中理解到的中国几千年下来的这种政治形态，他是通过这些角度去解构政治形态的。但是呢，我们说金庸毕竟是一介文人，他自己没有直接从事过残酷的政治斗争，所以他理解这个政治思路啊，有的时候简单化。还有一点，他的理想境界呢，在现实当中肯定实现不了。你比方说，他为什么要塑造令狐冲这样一个人物？令狐冲是游走于各个境界当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所以说，文人从政有个最大的这个理想化的弊病，就在于他把现实想的，我不追求功名利禄啊，我不想雄霸天下呀，我当然就可以治理好天下了，无为无不为嘛。他却不知道，只要你现身于其中，顺成人逆成仙，都在其中颠倒颠，你很难从这里面跳出去。你要么成为有雄霸天下的野心家，要么你在这当中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不可能有令狐冲这种类型骑墙派，各个山上游走的很舒服，最后还得以善终，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么金庸本人呢，其实这么写也寄托着中国文人对于天下大同、太平盛世一种理想，希望更多的出现像令狐冲这样的人，自己就是令狐冲想象当中，令狐冲就自个儿的化身，能去以这样一种游刃有余的方式来治理天下，来达成大同的美梦。所以金庸身上有很多理想化的东西，在《笑傲江湖》这部书里呢，可以说他对政治理解是淋漓尽致的，也是那种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的一种政治理想。就像他后来写回忆录说到，我们伟大的邓小平同志接见过这个金庸，跟金庸聊天，聊他的小说啊，后来又聊到对政治思维的东西。后来金庸接受记者采访说是我和这个邓小平同志在一起聊天啊，聊了很多很多。说你对他的看法怎么认识？这个他有很多看法我不同意，但是我不能说他，因为他是我的长辈嘛，我没法讲这些事情。你看金庸有时候他对政治理解啊，我们看也很天真，当然很人性化。所以这个《笑傲江湖》这部书啊，我们看过之后呢，可能你会感觉到一丝沉重，但是很多的时候呢，笑傲江湖这四个字以及令狐冲身上洒脱不羁摆脱各种尘世阻碍的这种精神头和理想啊，也确实值得我们活在俗世当中人向往。所以我们说这样一部书呢，它有明确的这种风骨，笑傲江湖四个字其实就是这部书的风骨。毫无疑问，你只有把握住金庸这种理想的状态和境界，你才能把这个电视剧拍好了。那么这个《笑傲江湖》电视剧呢，咱们大家熟悉的呢，应该说有那么3种版本。比较早的是84年拍的，香港人拍的，当时周润发已经鼎鼎大名了。80年的时候拍的《上海滩》，后来接《小马哥》《英雄本色》这些，名气很大了。所以把周润发能请到这组里来，那这是不得了的事儿。周润发也确实把令狐冲那种酷劲儿啊，那种游戏人生的劲头演出来了。那么当时也获得好评。可是有一点后来大家觉得不满意的呢，就是周润发不太适合演古装戏。他的古装戏你感觉周润发这个人长得和那个做派很现代。你看他要抽着这个雪茄，梳着这个背头啊什么的，穿着西装啊，戴着礼帽，很潇洒。你看后边赌王都是这种类型角色。可是他一扮古装扮相呢，他那种《藏龙》里边周润发演的那个角色，你觉得也说不出来哪儿会有点别扭，就是不像他在其他剧里那么游刃有余。所以这个84版的这个《笑傲江湖》啊，后来在这个大陆地区也没怎么放过。所以好多人呢，只是对周润发演过有印象，其他的就是相对陌生了一点。那么1996年的时候，香港要出版第2个《笑傲江湖》的主角是吕颂贤。吕颂贤呢，这个演员很有意思，就是他一直不温不火。你看在《枪火》里边演的角色，或者在其他剧里边没有大火起来，但始终这个跟着混日子，也不算跑龙套，总演配角了。所以是《笑傲江湖》一下子让他演令狐冲演主角，他有点带不起来这个戏，气场不够。跟其他人演对手戏的时候，你发现他比较闷。但是吕颂贤呢，他自己的演技上呢还说得过去。他把令狐冲那种成也罢，败也罢，喝吧，天不管地不管酒管，把这个劲头给演出来了。
所以李颂贤这版的令狐冲呢，算是中规中矩，没有出大格的地方，也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那么一直到2001年，我们出了个了不起的导演啊，张纪中同志啊，他就想把金庸剧给拍全了，先拿哪个开刀呢？不幸就挑中了《笑傲江湖》。当时《笑傲江湖》里边呢，选角选这么2位，挨了不少骂。一个选李亚鹏演令狐冲，一个选许晴演任盈盈。为什么说他挨了不少骂呢？这李亚鹏在这里边演着令狐冲啊，好多人给起个外号，说这哪令狐冲啊，这是弱智冲。自己想把那种潇洒事演出来，可是偏偏还出不来那效果，显得很叛逆，弄得就好像一个无良少年。所以李亚鹏在这里边的演技算是露了怯了，他根本没有把握住令狐冲那种洒脱的劲头，那种能够抛开一切，向着自己心中理想境界进军，而且不惜牺牲自己一切既得利益的这样一种感觉，反而把令狐冲演的有那么点沉重。不像这个书里边写那么潇洒。书里头令狐冲是什么呢？就是我如果遇到大的这种灾难困难，我既然躲不过去，我索性都放开，大不了一个死嘛。那么我活在世上每一天，我都尽可能快乐一点。而这个李亚鹏在这一点上丝毫没有令狐冲那种洒脱的气场。那么另外就许晴演这个任盈盈，任盈盈是任我行的女儿，那也是执掌千军万马的人物，得有那种雍容华贵和霸气。许晴演这个任盈盈呢，跟令狐冲一谈恋爱的时候露怯了。她是大小姐，心里很爱令狐冲，但是表面上又不能太过热，得拿着身份。但这里边许晴呢，显得有点娇滴滴的发嗲，也可能许晴以前演第三者演太多了，总演那种这第三者角色，习惯于发嗲娇滴。她一发嗲，大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就觉得这是看着别扭。所以这2个角色应该说不成功，就注定了整个2001版的《笑傲江湖》都失败。但这里边有一个角色还是挺出彩，就是薇子演的这个岳不群，把岳不群那种阴毒狠辣呀，还真演出来。而且前面薇子讲到这个，说我这个岳不群呢，他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他一开始堂堂正正，你必须把这个正气演出来。你大师兄正邪不分，即使左盟主不把他带走，我也会处罚他的。然后后边他的转变，才让人觉得这个人的阴险狠毒的程度。所以薇子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呢，把握这个岳不群的人物把握的比较好，也把这一个政治阴谋家等于给演活了。那么我们现在好多人呢，就是说一想起《笑傲江湖》呢，很多人对电视剧的印象也不深，评价也很低，认为电视剧这3个版本的都没有抓住《笑傲江湖》4个字的精髓。现在不少人一提《笑傲江湖》，说这个剧要跟歌曲相关，跟什么有关呢？说刘欢老师唱那个吗？八卦调跟唱京剧似的。哪个歌呢？著名的《沧海一声笑》，黄山作词这个歌。现在你看大街小巷你提沧海呀声笑，好多人都能跟着唱，因为这歌确实做得太漂亮。他为什么说这歌好？他好不只是说这个作词作曲漂亮，而在于这个词曲啊跟《笑傲江湖》整体的风格是这么吻合。那么这个呢是徐克执导的《笑傲江湖》，这是部电影，里边演这个令狐冲是许冠杰，虽然当时老了点，可是许冠杰这种演绎的方式被认为最接近令狐冲。尤其这个里边，在这个泛舟五湖之上唱沧海一声笑那种感觉，哎呦，把这个整个电影的气氛一下就给烘托的淋漓尽致。那么以至于后来再拍《笑傲江湖》电影，不得不再用这歌，无法超越。那么后边拍的2部《笑傲江湖》电影，就是一个是《风云再起》，一个是《东方不败》，这2部。这2部里边李连杰演的，可是李连杰在这2部里边呢，尽管打斗很精彩，风头却被另外一个配角给盖过去了。他演的令狐冲没盖过演东方不败林青霞，林青霞在这里边反串演东方不败。林青霞那个时候呢，已经说这个年岁也已经大了。他早期呢演琼瑶剧，像窗外什么的，哎呀，那个扮相真漂亮。那么这时候他再玩这青春玩不动了，复出影坛怎么办呢？有徐克就找他说：“你呀，在我这剧里反串一下看怎么样？”一反串他上瘾了，这扮相特漂亮，好吧，来吧，就开始演这种反串角色。
所以这个是林青霞给影迷一个意外的惊喜。当然，这也说明什么？说明林青霞江河日下不行了。哪有一个演技派演员靠反串获得辉煌的？没有。就是说，这就像我们生活当中，你比方某某人、某某作家要改变这写作风格了，基本是他原先那个路子写不下去了。很多人都琢磨的事情，就是通过反串来使这个人物大放异彩，来出乎大家的意料。其实这也是拍金庸剧好多人琢磨的一个突破点。就是说，你如果按照书里那个拍，跟以前一样，谁看你呢？所以一定得在某个点上有突破。就比方说那个《射雕英雄传》，张纪中最大的突破就是把梅超风啊让这个杨丽萍来演，就是怎么你得有这样一点突破。否则都按照原书按部就班来，那不行。所以说现在这个影视剧拍金庸剧，你不能听金先生的。金庸说：“哎呀，这个符合我心目中什么？”你越按他那来，越可能越走前人的老路。所以有一天金庸说：“这什么呀？这什么的？”反而这个剧有可能上个台阶。当然前提是呢，你不能太违背原著。原著的东西好多呢，被读者已经千万遍的理解了，深入骨髓了。你比方说台湾有一个拍金庸剧的这个监制叫杨佩佩。就愿意瞎改，所以金庸一提杨佩佩就说：“我恨这个人，为什么呢？说如果有人当你面打你儿子，你什么感觉？杨佩佩就当我面打我儿子，就指他把金庸的小说乱改一气，搬上这个荧屏或者影评之后，你会发现已经完全面目全非了。所以从这点来讲，今后再有人翻金庸的这个电视剧，应该我觉得情节上不要做太大的改动，在人物处理上可以有大幅度突破，我觉得这是将来再翻拍金庸电视剧一个大势的走向。